大家好，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如果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 like。第一次看我的视频，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对于铁锅，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利用铁锅炒菜就能够帮助人们补充铁元素。但是人们不知道的却是，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毒铁锅，如果使用不当，很有可能将美食变成毒药。这不禁让很多人感到好奇，为何铁锅会变成毒铁锅呢？又为何近些年来百姓们更加喜爱铁锅呢？面对这毒铁锅的危险，人们又该如何预防呢？铁锅流行的原因，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恩格尔系数也在不断的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在很多人看来，饭店的菜总是要比家里的饭菜要好吃，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深入了解之后，人们不难发现，对于饭店的厨师来说，他们在炒菜的时候大多使用的都是铁锅。现在市场上出现了许多多元化的厨具，但是流传至今的铁锅销量依然遥遥领先。铁锅之所以能够获得人们的喜爱，大多是因为铁锅具有别的厨具所不具备的优点。对于铁锅来说，它主要的材质就是铁，铁在遇火达到沸点的时候，温度就会不断的升高，而此时锅内的食材就能很快的沸腾，这样一来就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将食物中的营养成分以及水分都能够好好的储存下来。不仅如此，锅内的食物也不会出现受热不均以及粘锅的现象。对于一般对厨具没有太多要求的家庭来说，日常的炒菜只需要使用一个铁锅就好。即便是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煎、炒、烹炸等操作，铁锅都能满足这些需求。除此之外，如果能够知道铁锅的习性的话，一口铁锅在一个家庭中能够使用许久。但是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此优秀的铁锅为何会变成毒铁锅呢？美食变成毒药的原因，近些年来央视相继爆出了许多关于铁锅的危害。其实对于铁锅来说，能够危害到人们身体的并不是它本身，而是因为一些无良商家为了能够谋求更多的利益，对于铁锅的材料进行了更改。根据市场上的统计来看，一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铁锅材质大多都是铸铁锅以及精铁锅，这两种锅在市场上都十分流行。对于铸铁锅来说，它具有着很好的导热性，这种锅的材质大多都是利用身体来铸造的。而对于精铁锅来说，这种锅的材质则是利用黑铁皮不断的打压铸造的。这种锅的特性就是经过了上千次的捶打，表面比较光滑，也不易粘锅。政府对于铁锅的唯一定义就是，只要是符合国家的标准，以及铁锅没有留下有害物质，都能够进入市场。但是这样一来，对铸造铁锅的商家来说，就需要很大的成本来制造一个铁锅，这样盈利收入就会减少很多。在一些商家看来，真正懂铁锅材料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想要作假就十分容易。之前有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对于贩卖铁锅的商家来说，他们在售卖的时候根本没有合格证。让人们没有想到的却是，这些商家在面对客人询问的时候会解释到，这些铁锅之所以没有合格证，是因为这些铁锅是工厂的残次品，但是在质量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只是或多或少有些瑕疵，所以才没有合格证。对于商家的解释，大多数的家庭也都能接受。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了这些铁锅并非是工厂中的残次品，
而是这些铁锅根本是没有通过正规来源铸造的。许多商家为了能够节约成本，大多都将工厂设立在废铁工厂旁边，这样一来，在废铁工厂的废铁就经常二次循环到铁锅厂，甚至一些化学的废气筒也会被黑心商家用来铸造铁锅。要知道，很多化学物品对于人的身体有着巨大的危害，即便是清洗干净，对于人们的身体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因为铁锅的生产成本相当低，所以黑心商家在定价的时候也会适当的降低价格。对于家庭中的老人来说，这些便宜的铁锅就是首选，而买回家的这种黑铁锅就会对人体造成危害。对于市面上层出不穷的黑铁锅，我国政府应该给予严重的打击。黑铁锅对于人们的危害是相当大的，要想能够让人们不让美食变成毒药，家庭成员在购买餐具的时候也应该擦亮双眼。大家对此事还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呢？快来评论区一起分享讨论吧。制作视频不易，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别忘记点赞收藏。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下个视频见啦。